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银铃智慧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每位长辈都关心的问题——膝盖。您有没有发现，年纪越大，走路不如以前轻松了？以前爬几层楼没事，现在上下一个台阶都得扶着慢慢来。特别是到了70岁以后，膝盖酸、腿发软、行动慢，仿佛一夜之间腿脚就老了。有些朋友说，是不是我不运动？也有人说，是不是骨头出问题？其实膝盖老化不只是运动少，更与我们每天吃进嘴里的东西有关。医生指出，人老腿先老，而腿老，膝盖就是最先发出警告的地方。为什么膝盖会先报废呢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膝盖的结构。膝盖是身体里最复杂、最容易磨损的关节，它每天要承受全身重量的好几倍压力。每走一步，每蹲一下，甚至站久一点，都会让膝盖处在高强度负荷下。年轻时，我们的软骨厚、滑液足、骨质密，就像一台新车，跑得快又稳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软骨开始磨损，滑液变少，骨质变疏松，膝盖就像车子里的减震器坏了，走起路来就开始咯咯响，甚至疼痛、僵硬。而最被忽略的一点是，我们的吃也会影响膝盖。没错，吃错食物，营养不够，不仅让体重增加，增加关节负担，更让软骨修复缓慢，发炎反复，骨质流失加快。很多长辈以为忍一忍就好了，但其实这是身体在求救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3种被医生称为超级食物，它们看似普通，却能帮助软骨修复、抗发炎、补钙、减压膝盖。如果能坚持吃，80岁仍然能健步如飞，让膝盖年轻30岁不是梦想。别走开，第一种超级食物，您可能每天都能买到，但却没吃对。第一种对膝盖特别好的超级食物，就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黑豆。很多人知道黑豆能补肾养发，但您知道吗？它对膝盖的帮助其实更大。膝盖的健康不只是靠骨头硬不硬，还得靠软骨润不润，有没有发炎。黑豆在这方面真的是一位小小英雄。它的黑色外皮含有大量的花青素，能帮助关节抗发炎、抗氧化，就像是在膝盖里刷了一层保护漆。而里面的植物蛋白和异黄酮则帮助修复软骨、调节激素，对中老年人来说非常适合。很多女性在更年期后膝盖变得特别脆弱，就是因为体内雌激素减少了。而黑豆里的植物性雌激素能温和地帮助我们延缓退化。除此之外，黑豆还有丰富的钙、镁、铁和钾，这些矿物质有助于骨密度，也能防止夜里腿抽筋，减少软弱无力。黑豆的膳食纤维也很高，可以帮助控制体重，减少膝盖所承受的压力。我们来听2个真实的小故事。第一位是张太太，她今年69岁，以前每年都要打玻尿酸来维持膝盖润滑，但价格高，效果又不长。后来她女儿推荐她喝黑豆茶，搭配清淡饮食调理。她试了4个月，发现爬楼梯不再卡卡响，膝盖也不再晨起僵硬。她说，现在我膝盖虽然不能跑步，但走路总算顺畅了。第二位是刘大哥，72岁，冬天他膝盖容易发热发胀，医生说是风湿发炎。他尝试每天用黑豆、红枣和生姜煮水喝，坚持2个月后，气色变好，膝盖肿胀也少了很多。那黑豆到底该怎么吃呢？给大家介绍5种简单做法。第一，黑豆水，泡1碗，第2天煮沸10分钟，连豆带水一起喝，适合冬天驱寒消肿。第二，炒熟磨粉，炒香后打成粉，早晚1小勺，冲水喝，方便又实用。第三，黑豆饭或黑豆粥，可以和白米、糙米、红枣搭配一起煮，温补又营养。第四，黑豆豆浆，黑豆和黄豆一起打浆喝，特别适合女性朋友。第五，
黑豆药膳，比如黑豆配排骨、当归、杜仲煲汤喝，对于膝盖冷、酸软的长辈特别有帮助。医生也提醒，黑豆虽然好，但也不要吃太多，每天20到30克就够了。肠胃虚弱的朋友建议炒熟或煮烂再吃。痛风患者吃的时候也要搭配蔬菜，避免负担。西医说黑豆是天然抗氧化剂，中医说黑豆入肾利水养血，说法不同，但结论一致，对膝盖非常有益。如果您常常膝盖发软，遇冷就疼，又或者膝盖容易肿胀，不妨从明天开始，1天1杯黑豆水，用最自然的方式温养您的关节。黑豆虽小，功效却大，只要您愿意每天坚持一点点，就能给膝盖一份长久的滋养。说到护膝的食物，第2种是医生口中的软骨修复冠军，它就是三文鱼。很多长辈一听三文鱼就说：“啊，那不是外国人吃的吗？太贵了吧？”其实现在不一样了，超市冷冻区、保健店都有便宜又好吃的三文鱼排，鱼罐头也行，甚至用秋刀鱼、鲑鱼片也能代替一部分营养。那为啥说三文鱼护膝呢？医生解释，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里面的 Omega-3脂肪酸。别被这个词吓到，简单讲 ，Omega-3就像润滑油，能修复受伤的膝盖软骨。我们年纪一大，膝盖的滑液会变少，软骨也会慢慢磨损。您想象一下，门轴没油，越动越涩，越想越痛。Omega-3就是那瓶润滑油，它能让关节更顺滑，减少咯咯响。它主要有3个作用：第一，抗发炎。膝盖痛、肿、热，很大一部分是慢性发炎造成的。Omega-3能安抚这些炎症，特别是退化性关节炎、类风湿，很多患者吃了都有好转。第2，保护软骨细胞。科学研究发现 ，Omega-3能让软骨活得久一点，减少老化，减缓磨损。第3，促进滑液分泌。吃三文鱼后，关节的润滑油变多了，走起路来就轻松了。来听一位林奶奶的真实故事。她今年70岁，年轻时做缝纫，膝盖用的特别多。到了晚年，上下楼要扶墙，走路一段就酸软。女儿从国外回来，推荐她吃三文鱼。一开始她不爱吃，说冷冰冰的，我怕胃不舒服。后来换了做法，清蒸，加姜丝和柠檬汁，1周吃2次，慢慢发现膝盖不肿了，走路也不痛了。医生也惊讶，他的发炎指标明显下降，还建议他继续吃下去。那三文鱼怎么吃最养膝？我们给您4个建议。第一，清蒸最温和，用点姜片、柠檬、橄榄油，清蒸5-6分钟就好，营养不会流失，也不伤胃。第2，别煎炸，有些人爱用黄油煎，但高温会破坏 Omega-3，吃了反而没效果。第3，搭配蔬菜更好，三文鱼配上青菜、菠菜、花椰菜，能增强抗氧化效果，还帮助钙质吸收，对骨头和膝盖都有双重保护。第4，一周吃2到3次就够了，每次大概100克到150克，不用天天吃，贵在坚持。如果您实在不喜欢鱼味，也可以改吃鱼油胶囊，但请记得选正规品牌，吃前也要问问医生。这里也提醒一下，如果您有痛风、高尿酸的问题，要先请教医生，确认是否适合吃三文鱼。一句话总结，三文鱼不只是护眼、养脑，更是膝盖的天然保护伞。一周吃几次，膝盖轻松不少。不妨从下次买菜开始，让三文鱼成为您的好朋友。说到第3种超级食物，它不贵也不难煮，但对膝盖来说非常重要。它不像三文鱼那样昂贵，也不像黑豆需要特别泡煮，但它是我们膝盖最需要的营养之一，它就是绿叶蔬菜。
很多朋友会说：啊，青菜不是每天都在吃吗？但问题就在这儿，不少人吃了蔬菜，却吃的不对，吃的不够，也太单一，这样反而错过了膝盖真正需要的营养。特别是深绿色的蔬菜，像是菠菜、芥蓝、羽衣甘蓝、油菜、苋菜、香菜，这些菜里头含有大量的钙、镁、维生素 K、叶酸和抗氧化物质，这些营养素对软骨、骨密度、发炎都有非常好的帮助。我们一个一个来讲。第一个重点，钙。很多人以为补钙就得喝牛奶、吃钙片，其实绿叶菜也是很好的钙来源，而且它吸收的更温和，不会便秘，也不伤肾，特别适合年纪大、肠胃功能下降的朋友。第二个重点，维生素 K。这个维生素很容易被忽略，但对膝盖来说，它就像骨水泥，它能帮忙把钙粘在骨头上。研究发现，维生素 K 不足的人，骨质流失的更快，膝盖也更容易疼痛。而绿叶菜正是维生素 K 的大本营。第三个重点，抗氧化。绿叶菜里的叶绿素抗氧化物能对抗自由基，延缓软骨老化，就像给关节刷了一层防锈漆，让膝盖用得久，动得稳。说到这里，给您讲一个故事。80岁的李博年轻时是建筑工人，膝盖磨得特别厉害，退休后连上公车都要扶着膝盖，每次下雨更惨，膝盖又肿又痛，晚上睡都睡不好。后来媳妇帮他调整饮食，每天晚餐来一碗热腾腾的菠菜汤，中午炒点油菜，早餐全麦面包配香菜炒蛋。就这样吃了3个月，李博发现自己走得更稳，甚至爬3层楼都不用停。他笑着说，年轻靠力气，现在靠吃对东西。那绿叶菜怎么吃最护膝盖？给您几个简单建议。第一，吃热的比凉拌好，年纪大脾胃虚，吃凉的不舒服，用快炒、清蒸、煮汤都更适合长辈。第二，加一点油，营养吸收更好，维生素 K 和抗氧化物是脂溶性，加点橄榄油、芝麻油，效果更佳。第三，蔬菜要轮流吃，别只吃一种，菠菜、芥蓝、油菜、甘蓝、苋菜都换着来，每一种蔬菜都有不同的营养角色。第四，搭配蛋白质，吸收更完整，绿叶菜炒鸡蛋加豆腐或瘦肉，营养更均衡，味道也更好。第五，别煮太久，很多人煮菜煮太久，其实营养会流失，5分钟以内就足够了。这里有几个小提醒：如果您曾经有肾结石，菠菜这类草酸多的菜吃的时候要适量。如果您肠胃比较弱，建议蔬菜煮过后温热吃，比较温和。如果您正在服用抗凝血的药物，建议先问医生，因为维生素 K 可能会影响药效。一句话总结，绿叶菜就像膝盖的养护工，每天默默帮我们筑骨、稳关节、清发炎。很多人都问，有没有不吃药的方法让膝盖不再痛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从今天开始吃对青菜就是关键一步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。还记得那句老话吗？人老腿先老，腿老膝盖最先受苦。不过别担心，只要吃对东西，养成好习惯，膝盖还是能陪您走得稳，走得远。今天我们介绍了3种超级食物，其实它们都在您每天的菜篮子里，不是奇药，也不是补品，就是日常好食材。第一种是黑豆，它能抗氧化、补蛋白、稳住软骨，就像膝盖的润滑剂。第二种是三文鱼，富含 Omega-3，能修复软骨，减少发炎，是膝盖的保养油。第三种是绿叶蔬菜，补钙、补维生素 K， 减少骨质流失，就像盖房子的砖头，筑起您的关节墙。这3样一动一静，一补一修，从不同方向守护您的膝盖健康。
只要坚持，80岁也能走得轻松。那到底怎么搭配着吃呢？医生建议可以这样安排：早上来一杯黑豆粉冲泡水，配上荞麦粥；中午吃清蒸三文鱼，搭配蒜炒青菜；晚餐来碗黑豆饭，再配一碗菠菜汤，外加一颗水煮蛋。每周三文鱼吃2到3次，黑豆吃3到5次，绿叶菜天天换着吃。吃对了是第一步，但想让膝盖真正轻松，还需要配合日常好习惯。记得每天适度活动，别久坐，别穿高跟鞋，鞋底别太硬。每天抽5分钟做拉筋或膝盖操，体重别太重，减轻膝盖的负担。多晒晒太阳，帮助钙质吸收。心情也要放松，别让压力伤了关节。记住3句话：吃是最温柔的治疗，动是最自然的修复，坚持是最值得的投资。我们不是要您一下子全都做到，而是希望您从明天的那一顿饭开始慢慢调整，让身体开始回馈您。等您发现走路不那么累了，膝盖不再酸了，那份轻松与安心是无价的。我们也很想听听您的故事。您平常有没有吃黑豆、三文鱼、青菜的习惯？有没有什么护膝的小秘诀？有没有靠饮食改善膝盖的经验？欢迎您留言分享。您的一句留言可能会帮助到很多人。如果今天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请帮我们按个赞，订阅频道银铃智慧。我们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关于健康养生、心理调养、生活技巧的内容。银铃生活其实可以很美，让我们一起让身体慢慢变轻盈，让心情慢慢变自在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